在核泄漏和核废水排放的日本福岛县，还生活着200万人口。难道他们不知道危险吗？他们还会吃海鲜吗？福岛的海鲜还能吃吗？今天我将亲自尝试福岛海鲜，一起看看味道如何。一方核废水养育了一方海鲜啊！另外，有一个中国人在这里为了纪念大地震而创作了烟花作品，并建立了美术馆。我们一起走进樱花漫天的日子。现在是我在福岛的第2天了，我们现在准备去他们的海鲜市场去看一看，看一看受核辐射污染的海鲜。其实我通过昨天晚上的了解啊，那个酒店前台告诉我，就是他们这儿其实不怎么忌讳海鲜的，就是说他们其实不是太在意核废水排放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却让1000公里以外的国家感到害怕。我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福岛的街上特别冷清。这是他们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啊，应该算是人口第3大的东北城市。在日本，对于行人过马路还是做的挺好的，他们基本上都会让，只要你站在斑马线上，他们马上就停了。真的好空好空哦！日本人的这些一户建都真的挺好看的。据说啊，在日本怎么看这个家有没有钱呢？就是看他门前种的树，如果种的树越多啊，说明他越有钱，因为种树需要请工人来打理。你们看前面这家估计是个大户人家，你看那个树修的特别好看。福岛最大的海鲜市场，我们来一探究竟。价格特别便宜，难道是因为核辐射的原因吗？又到了大家非常喜欢的逛菜市场环节，只不过今天要逛的是核辐射菜市场。日本的这些蔬菜，价格你们自己看啊，咱们今天就不一个个念了，就是100位乘以5就对了。目前我们看的都在安全值范围之内，甚至比福州的值还要低耶。他们蔬菜也会标哪里的产地耶，这个是茨城产的，茨城是他们的一个农业大省，是这样的一个100、200之间，就是5块到10块，但是它会捆好，它不是一斤，它就是捆好这样的一个。白萝卜一根是148，148就是7块钱。哇，这白萝卜好胖啊，这个种的好好啊。其实茨城县呢，就是他们那边除了大量的种植之外，他们还搞很多农业研究，就是农业跟环境的关系啊，七七八八的，所以他们那边会种一些比较好的粮食、蔬菜出来，都有产地。你看，爱媛产这个猕猴桃4个是580，这么小一颗700多，就是35块。你们看有多小？你们看看这个西瓜，把它种方了，西瓜方了，这一点很好哦。我觉得，咱们国内也可以学学，把每一样东西都标注好，就是产地写得清楚一点。这个海鲜市场真是治好了强迫症患者，极度舒适，极度干净。这些海鲜，这个有鹿儿岛产的。还有这个北海道产的，都是安全的，没有报警，0.08，特别安全。哦，这个是他们本地的，就是福岛盘城产的。这个什么鱼啊？我看不出来什么鱼，辐射值也是安全的。然后这个是宫城产的，静冈产的。哦，福岛产的煮鱼，非常安全啊。香马其实离核电站非常非常近。鸡肉这个产地我有点看不懂，这是牛舌吗？还是猪舌？因为豚在日语当中是猪的意思。402，可能是猪。日本的这些肉制品啊，真的是又好又不贵。这个也才40吧，这里面的量是248克，但是这个是调味牛肉。
这么大一块牛排，才65，目前为止都相当的安全。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福岛产的海鲜并没有占多少，这边很多东西都是外来的比较多。你们知道吗？小民滨是一个挺出名的个渔港，那个渔港呢离核电站特别近，也是一个排海的一个点吧。本来今天呢，我是想打算去小民滨看一看的，后面时间关系，因为我又在盘城多加了一个点。我们要不要整一个福岛的海鲜来吃一吃？这一波牺牲有点大，朋友们，还不赶紧点小红心？太平洋产，他们的核废水就是排到太平洋。不过先别说，这些刺身都挺便宜的，你看这一坨才580。你看这个拼好的1300，我想买一个福岛产的海鲜，我没有找到。这个是福岛产的，但是太大了呀，1000日元相当于50人民币。和牛，这个玩意儿国内卖挺贵的，他们这边这一盒100克卖48块钱，45块钱。这个是牛舌了吧？4片是35人民币。我帮你们测过了，都安全的，非常的安全。虽然我们在双叶县发现了有一些土堆上面数值挺高，非常高，但是呢，就是来到他们市场啊，和他们这个城市里面所销售的东西啊，其实都在正常值。日本政府说啊，这些核废水在排海的时候是有经过处理的，所以是比较安全的。那从这些海鲜这个数值上面，我们没有发现异常。当然了，也有一些日本的渔业组织、农业组织在反对这个事情，因为如果这件事情对在国际上面造成了声誉不好的话，他们的水产品就不太容易出口到国外，所以会对他们的经济造成一定的伤害。福岛本地产的东西也是有，但是比较少。这个就是福岛产的，这个其实也是福岛的意思，特指福岛盘城，大概占到他们海鲜市场的10%左右。这个也是福岛产的。我又发现了核辐射草莓，我们今天来斥巨资吃一个核辐射草莓。我看这个比较大。我们还要挑战不洗就吃。Just cash。我们进来吃一个简餐，核辐射餐。学习社恐的日本人，我们坐这个位置。看到了我的最爱海鲜冻饭，1300日元。这边还有解释说明呢。他说，福岛县近海的潮汐缺口，清潮和黑潮在此交汇，在这里营养丰富的海洋中生长的鱼类肥美，味道鲜美。以福岛县盘城港为首的海港捕获的长盘鱼品质优良，被誉为99%驻地市场人员都认可的1级品。这是深受大众喜爱的品牌，其加工产品也充满着传统与技术气息。那果然核辐射鱼不一样啊，有营养啊！我在这坐了老久了，怎么没人过来给我点单 ？Best seller, which best seller? Kai One。我看到4月限定哎。this 是4月才有的。哦，sorry，又没钱了，要充钱了。讲了一堆没搞懂，反正我坐下来等就是了。哦，ありがとう。哦，这是抹茶，这是冰水，
他没有问我，可能觉得语言不通，直接给我全部都拿来了。核辐射之旅将核辐射进行到底，这一辈子也没几次机会来他家喝茶。哦 ，Thank you。品尝一下核废水鱼。这个是贝类的一个海鲜冻饭，我没有点那个8种鱼的，我点贝类的。他说4月限定，然后贝类又是我很喜欢的，所以点了这个。吃之前呢，先测一测。非常没有问题，0.08。先倒酱油，酱油直接倒里头。这中间还有一个粘稠的绿绿的东西，不知道是啥。好黏哦。来，这次没有忘记你们，粉丝先吃。我想说好好吃啊！这里的胜在就是它的价格比较便宜。以前我们之前吃的海鲜冻饭都在3000日元，而这一份只要1500。对于旅行来说，其实福岛感觉很一般，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唯一特别的就是游客很少，没什么游客。然后呢，我也担心你们过来了之后，突然间哪个地方核辐射值超高，就是还是有点危险的。这一集我要打上危险动作，请勿模仿。蒸蛋怎么做这么好吃啊？它没有蛋腥味。噔，核辐射草莓。比如说这个草莓长得还挺好看的，有草莓样，数值是正常的0.08。哦，甜的，不酸。我这里面买了486，这边还标明了，特别标明了福岛产，看到没有？一方核废水养育了一方海鲜啊！下面要去的地方，并不是说那次的地震有多惨烈，核泄漏有多危险，也不是在说核废水应不应该，而是一种纪念。有这么一个中国人啊，他在日本留学，跟日本人民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么他后来呢，创作了一个烟花作品。这部作品呢，驰名海内外。这个人就是蔡国强老师，他也是咱们的泉州人。他的烟花作品呢，叫做《樱花漫天的日子》。我来的时候啊，看到身后这个山上一大片都是种满了樱花。在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之后，蔡国强老师呢，他立即拍卖了他的一些作品，想帮助在福岛盘城的一些朋友们重建家园。但是没有想到啊，他的朋友们并没有把这些资金安排在自己的小家，而是他们都用来了种植99000棵樱花树。这些樱花树代表了对我们这一代人所建造核电站为后代留下巨大灾难的反思。而在2013年的时候，他在盘城啊建了这样的一个美术馆。而他建造美术馆的木材啊，是当年因为大地震之后没有办法卖出去的木材，因为别人担心核污染、核辐射，所以呢他就收购过来建了这样的一个美术馆。现在山上的樱花还没有开。这个美术馆很小，但是呢特别有意义。而它的位置呢就在盘城市区比较偏的一个地方。要再过几天，这里的樱花就都开了。当时地震爆发的时候是3月11号，而3月底呢就是日本樱花盛开的时候。
可以说啊，在当时樱花盛开的时候，与伤痛同在。我没有想过会是这样的一个富有田园气息的一个地方。然后这里有些生火用的东西，取暖用的。虽然这个美术馆比较简陋啊，但是呢，却有非常深刻的意义。进来了之后，发现这个美术馆简直就是完全没有人看守，完全是一个开放的状态，跟自然融为一体。再过一段时间，它的背景就是樱花了。蔡国强老师呢，他是咱们福建泉州人，所以可以看到啊，在外面有一些喝茶的工具。这是他的一些摄影作品。这艘破船就是现在美术馆所用的木材。很遗憾没有中文，有日文、英文，但是没有中文。他曾经说过啊，这片土地曾遭受过大地震、海啸和核事故。今天我把这4万个烟花献给大家，愿死者安息。东日本大地震已经过去了14年，用什么来对抗创伤？或许是阳光明媚的海滩上一次充满悲壮与希望的烟火，以及它象征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这就是漫天樱花的故事。他将这一份情谊寄托在樱花里面，期待给世界信仰和希望。太漂亮了，朋友们！它的烟花呢，不是在夜晚绽放的，而是在白天绽放的。然后再看一下，它这个作品呢是叫地平线菊，然后这个是白波，下面这个是黑波。这个作品呢叫祈念碑，樱花漫天的日子，后院的樱花树，哇，好漂亮，好美。它这个是举办活动的时候的一个场所吧，用简单的木桶和竹条搭成的。告别了福岛，我们将前往日本的第一大城市，也是他们的首都东京。那现在的时间呢，刚好是他们的樱花季，所以啊，咱们这回去东京看樱花。现在啊，我们在买车票。车票是用现金买的。OK，Thank you。为什么我要坐大巴呢？因为如果坐 JR 的话，费用大概是6000多。那如果坐大巴的话，只有3000多，而且时间呢，就是多那个半个小时而已。18円はい OK ですよ。どうぞ。OK， じゃあドライバーにこれ。OK，Thank you。だから6A ですね。6A。Yeah。OK。第一次坐日本的大巴，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挺干净的。我们坐到6A。日本的大巴有一些是有厕所，有一些是没厕所的。这日本的文字太好认了，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如果给他们看我们的简体字，他们看不懂。我刚开始以为他们能够看得懂中文，有时候给他们看简体字，他们看不懂。但他们如果转变成繁体字，他们就能看得懂。太胖了，塞不进去。有一个 USB 口哎。其实我觉得包里可以备一个 USB 转 Type-C 的那个转接口，这样的话你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大巴上面都可以充电了。到了日本的服务区，哇塞，
这个有点高级啊！你们知道坐国外这种大巴最尴尬的是什么？停车上服务区的时候不知道会停多久，因为听不懂。这服务区跟我们的差不多，也是卖一些吃的，只不过日本的服务区看起来好像更好吃一点。哇，这啥玩意儿？服务区的一份猪排饭1250。1750，这个是炸鱼饭1350，咖喱饭890，乌冬面是700，我感觉比市区略高那么一丢丢。这个蜜瓜味的麻薯看起来好好吃哦，也是赤城县。赤城县场好多东西啊！先不买了，待会车子开走了。你们知道吗？这辆车上加上我，才4个乘客，他们赚什么钱？这么大一辆大巴，才4个乘客。现在到东京了，但是在比较外面的区域，然后我们住的是在浅草区，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偏的一个地方了。这2天哦都是在下雨，哎呦！到东京了，这是东京站。东京站，好冷啊！哇，我看到了这个，日本人是有多拼啊！这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就是临时你要工作，然后就可以刷卡进去。20分钟275日元，有意思。我们国内都是 KTV， 他这都是工作的。都10点了，我还没吃晚饭呢。买一个这个，再买一个这个，再来罐小果汁儿。我愿称日本为掌管预制菜的神。风雨中的樱花，不知道过2天这一场雨过后还剩下多少。挺住，挺住！开箱在东京的情侣，嫌贵。这个就是我们的床位，这间房间好多张床哦。然后这个情侣也有一个泡澡的地方，待会我就要去泡一个澡，在日本天天泡澡。3楼是男的浴室，2楼是女的浴室，待会我们去2楼泡澡去。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公共空间，有一点小啊，就是这么大。你们猜这一个青旅一个晚上多少钱？说出来吓死你们！400人民币。我感觉这跟东南亚的30-40块的没什么两样。然后这个青旅因为现在是樱花季嘛，所以比较贵。如果平时的话，就是没有任何季节的话，我有查了一下，大概是在150左右。所以樱花季它的价格涨得特别多。折腾到现在总算吃晚饭了。哦，汤倒出来了。完了，糟糕，他没有给我筷子，借到了。问前台要的，他居然真的有。他把这个一些筷子都藏起来了。有点甜。它的蜜瓜的味道特别浓，但是呢还是有点偏甜。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儿了。正在环球旅行第15国日本，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下个视频见，拜拜。这个大概15块一盒，但是量好少哦，2口就没了。还是吃点三明治垫垫肚子吧。拜拜了。